日本是一个不缺乏恐怖元素和都市传说的国家，各种各样的传说都被传得有根有据，还非常吓人。曾经有人给这些恐怖传说做过一个排名，排名第一的就是日本校园传统恶灵之一的花子。那么就会有人好奇，花子的故事究竟是有多恐怖，竟然能在日本这个恐怖文化异常出名的国度独占鳌头。所以本期老阴斗鬼故事节目，我们就响应粉丝的要求，来讲一讲日本都市传说厕所里的花子。花子全名平木花子，生卒年不详，日本家喻户晓的妖怪之一。传说中他住在学校女厕所里的第三间，因此也被叫做第三间的花子、厕所里的花子或者鬼娃娃花子。那花子为什么会住在厕所里呢？这就得从他的来历说起了。传说还在读小学的花子在某天上课途中突然想上厕所，在上完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不巧撞见刚抽完烟的班主任。班主任吓了一跳，因为当时的日本老师如果被抓到抽烟的话，就会被辞退，并且失去当老师的资格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班主任恐吓他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如果被别人发现这件事，他就会杀了他。后来每次遇上班主任，他总会意味深长地对着花子笑着。花子因此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，时常感到非常害怕，郁郁寡欢，甚至连厕所也不敢上了，因为他非常害怕遇上班主任。妈妈发现了他的异状，不断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花子开始是不敢讲的，但是还是经不住妈妈的询问，最后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妈妈。妈妈听后非常的生气，于是就告到了学校和家长委员会，班主任因此被开除，这代表他这一生都当不了老师了。如果故事到此就结束那就好了，但噩梦总会突然降临。有一天，花子傍晚值日完后和一个男同学一起回家，回家之前他突然想上一下厕所，就让男同学等他一下。男同学等了一会儿后就没有了耐心，于是丢下花子先回家了。在厕所中的花子则突然听到有人打开厕所的门，然后从第一间开始敲门，一边敲门还一边问道：花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们一起来玩吧。花子清楚地知道那是班主任的声音，他被吓到浑身发抖，只能死死地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。很快花子就听到第一间门被推开了，接着是第二间。时间在此刻仿佛变得无比漫长，煎熬难耐的花子感觉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儿。但奇怪的是，脚步声来到花子所在的第三间后，竟然突然消失不见了。难道班主任走了？等待了许久都没有听到声音的花子狠狠松了一口气，正准备离开，但谁都没想到的是，这时一道邪恶的声音从头顶的方向传来：嘿嘿，找到你了。原来班主任根本就不曾离开过，而是静静地趴在第三间厕所的门上，盯着花子看了许久。第二天，就有同学在厕所发现了花子的尸体，她的鲜血染红了衣裙。她的妈妈非常悲伤，边哭边为她换上新的白色连衣裙，但没过多久，裙子又被鲜血染红了。大家都说这是花子的怨念所在，由此花子的传说诞生了。自此之后，日本民间就流传着一则传说：如果你一个人上厕所时，有人从背后给你递手指，千万不要接，那可能就是花子。如果接了，在说完谢谢后，花子会把你的头按到马桶里活活憋死你。上完厕所时洗完手，千万别往天花板上看和照镜子，否则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会活活被吓死的。而且按照日本传说中的说法，花子作为怨灵是可以被召唤出来的，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在学校厕所里喊3声花子你在吗，并且在最后一间厕位敲3下后，根本不会有人的厕所里面就会传出
听说你在找我的回答声。这声音的主人正是花子。据说日本电视台有个综艺节目曾做过类似的实验，节目名叫斗大胆。他们每集都会找不同的嘉宾去到盛传有鬼的地带接受胆量测试，其中有一集就找了一位男艺人去盛传花子出没的厕所里招灵。那个厕所已经荒废了很久，门全是锁着的。测试方法就是让他在厕所里面每个厕所门前敲3下，并且说：花子，你藏好了吗？陪同他一起去的是摄影师，他按照要求由第1道门开始敲，一直敲到了最后1道门，直至完成录影。结束后，嘉宾和摄影师都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敲完后一直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，甚至之后回头看影片也没事。就在他们以为真的没事了的时候，谁知节目片段在电视台一放，即时引起了全国轰动。据说当观众看到嘉宾敲到最后1道门说：花子，你藏好了吗的时候，就会听到有个文弱的小女孩的声音说：我藏好了。当事人看到后脸色瞬间吓得惨白。这之后花子也在日本彻底出了名，一度成为日本小学生心中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，甚至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。相信很多人在听了鬼娃娃花子这个故事后，同样也会觉得毛骨悚然，甚至疑惑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呢？毕竟传得有板有眼的。其实大家根本不用过多担心，老烟斗可以很明确地和大家说，花子就如同之前讲过的8尺大人，都不过是日本民间流传的都市传说而已。所谓电视台的说法，更是节目组为了收视率而烘托编撰的节目效果而已。在这之后，莫名走红的花子开始被影视圈注意到，他的传说故事先后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，还在漫画小说中多次出现过，是日本当之无愧最知名的妖怪之一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。关注老烟斗的账号，每周带你看更多精彩的都市传说。其实有关花子的传说故事版本还有很多，有些版本不太适合放入视频之中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关注老烟斗的微信公众号，拼音老烟斗，回复花子，获取更多有关花子的恐怖传说。记住，是拼音老烟斗哦，其他带有烟斗字样的都是冒牌的。好了，咱们下周5再见吧。这是一部既古老又新奇，既陌生又熟悉，既高深莫测又简单易懂的书籍，它就是神秘的《易经》，也称《周易》。那么，《易经》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？我们应该如何才能读懂《易经》呢？而懂了《易经》的道理，对于我们的人生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？敬请期待下周5老烟斗鬼故事频道，让我们带着所有的疑问，一起来了解一下传统文化《易经》中的智慧与奥秘。